俄罗斯已经没有退路了。这场仗打到现在，风向明显变了。乌克兰在战场上越打越顺，天天追着俄罗斯的军事和经济目标炸，搞得俄罗斯疲于应付，前线吃紧，加上经济放泄，俄罗斯手里那20%的乌克兰领土到底能不能守住，谁也不知道。在火力军看来，现在的俄罗斯就2个选择，要么认怂降低战场目标，要么狠下心一夜回到苏联时代，搞计划经济抓壮丁。但无论选哪一个，都会严重透支国运。那么当前的乌俄战况发展成什么样了？接下来俄罗斯又会怎么做？5月22日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北约开会时直接撂挑子了，宣布美国暂停参与乌克兰和平谈判，理由也很直白，谈了半天啥用没有。卢比奥甚至放话，只有局势变了，美国才会重返谈判桌。现在谁爱接盘谁接盘，这点火力军并不惊讶，俄罗斯都快被炸烂了。乌克兰情报局长布达诺夫甚至表示，俄罗斯已经把自己逼进了死胡同，没有任何战略出路。现在折腾的这些不过是延缓失败，内部崩溃的进程已经开始了。乌克兰看得很明白，留给俄罗斯的选项不多了，代价可能会迟到，但绝不会缺席。加上美国现在退出谈判调停，马上又要面临中期选举，年底前美国根本不可能帮俄罗斯解套。至于这场战争到底怎么收场，主动权在乌克兰手里，根本不在俄罗斯那边。现在的核心问题是乌克兰能不能耗到俄罗斯内部爆雷，一口气收复所有失地。火力军估计等到今年年底，整个局势就会彻底明朗，俄罗斯的翻盘窗口正在关上。而乌克兰熬了这么久，这波坚持确实没白费。要是哪天俄罗斯因为经济崩盘而喊停火，大家千万别觉得奇怪，毕竟泽连斯基之前也嘲讽过，自己还年轻，乌克兰也年轻，普京年纪可不小了。从各个维度来看，俄罗斯其实已经输了。根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报告，俄罗斯的政治经济马上要迎来大危机，前线伤亡太大，后方严重缺人。俄罗斯硬扛了这么久，老底终于快被掏空了。现在摆在克里姆林宫面前的只有2条路，要么缩小军事野心，少打点，要么在国内搞极度不受欢迎的强硬手段来维持这场全面冲突。说实话，俄罗斯政府之前挺能搞的，一直靠着砸重金签合同招兵，强行维持着市场经济的表象，想尽办法避免全面社会动员。但从去年12月开始，这招不灵了，用工荒、财政赤字双管齐下，前线消耗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后方招兵的速度。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正在接近产能极限。火力军查了一下历史，在欧洲打这种规模的大仗，基本都要搞全面动员。二战就不说了，全员皆兵，就算是美国打越南战争，也强行征召了170万人，其中将近40%直接填了前线。俄罗斯一直想躲开这条路，搞了个半吊子的战时经济，结果现在快绷不住了。高昂的军费支出带来了通货膨胀、高利率，还有不断上涨的税收，民用市场被打压得够呛，军工产量也没见多出多少。照这个趋势下去，克里姆林宫很快就得面临灵魂拷问，要不继续死磕，强行榨干社会资源，要不就得承认现实，缩减战争目标。如果非要头铁继续打，那就只能上猛药了，引入强制手段，直接把人和物资按计划分配，等于直接推翻苏联解体后建立的社会体系。以后想干什么工作由不得你，国家直接下达强制规定，不用搞什么经济刺激，直接把你塞进军工厂打螺丝，或者送上前线。不仅如此，出国旅游想都别想。其实俄罗斯早就开始铺路了，征兵数据库跟边防系统一联网，电子传票一发，谁也跑不了。最终的剧本就是一个彻底军事化的国家经济体系，一夜梦回苏联时代，大搞国有化，征服按住物价。虽然克里姆林宫也不想走这步险棋，毕竟风险太大了，容易逼出事端。但最近俄罗斯有些地方动不动就断网，这信号已经很明显了。安全部门正在做压力测试，随时准备镇压可能出现的反战抗议。全面征兵和经济国有化对俄罗斯高层来说无疑是在走钢丝。不过国际专家也警告了，别看这招险，以俄罗斯的手段没准真能硬生生推行下去。接下来这戏怎么唱，我们拭目以待。火力军很期待看到俄罗斯内乱。乌俄战场之上，俄罗斯又使用战术导弹了，虽然目的是威慑，只是结果很明显，不仅没炸出啥动静，连俄罗斯自己人都觉得丢脸。相比之下，乌克兰对黑海和克里米亚的攻势那是根本停不下来。黑海舰队有2艘军舰中招，俄本土方向全国33座主要炼油厂被乌克兰硬生生炸了24座。俄罗斯为什么那么惨？进入2026年，这仗对俄罗斯来说越来越难打了。乌军现在已经在前线各个区域重新夺回了战术主动权，进攻次数和无人机打击数量直接反超了俄罗斯。
到了2026年4月，俄罗斯更是创下了一个纪录，20个月来首次出现领土净收益为负。不仅地盘没捞着，连续5个月的战损人数还超过了动员人数。按照五角大楼的说法，乌克兰靠着技术情报和战术创新挡住了俄罗斯的突破，还给俄军放了一大波血。这份报告涵盖了2026年前3个月中，在冬季和早春反攻中，乌克兰不仅没崩盘，还顺手抢回了大约400平方公里的地盘。美国国防情报局表示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能力已经被大幅度削弱。俄罗斯这边当然也没闲着，天天拿导弹去炸乌克兰的机场和兵工厂。结果五角大楼一盘算，炸了半天，乌克兰的作战效能根本没怎么掉，这就尴尬了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场仗不仅把俄罗斯陷在泥潭里，还严重耽误了他们在北极扩张的宏图霸业。虽然俄罗斯现在正拼命重建军工产能，但短期内想再发动什么大规模常规侵略，基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。国内经济持续低迷，前线的攻势失去动力，这战争眼看就要打回老家了。为了提振士气，俄罗斯在5月19日到21日硬着头皮搞了一场核演习，结果乌克兰和欧洲根本不买账。眼看核大棒唬不住人，俄罗斯只能打出最后一张牌，发射针数导弹。结果这牌不打还好，打完之后大家发现俄罗斯是真的没招了。5月24日凌晨，俄罗斯急眼了，对着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，扔了600架无人机和90枚导弹，甚至还把压箱底的针数导弹搬了出来。结果很尴尬，这场大空袭俄罗斯可以说是倾巢出动，除了见证者无人机，还搞了分层饱和攻击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、海基锆石和口径，还有陆基伊斯坎德尔全用上了。当然最受关注的还是那枚针数导弹，这是俄罗斯开战以来发射的第3枚，前2次分别在2024年11月与2026年1月。这玩意儿没有大量生产，原因很简单，太贵了，一枚造价高达3000万到5000万美元。结果实战效果那叫一个拉胯，俄罗斯军事博主罗曼诺夫都忍不住嘲讽，说这导弹没带核弹头就算了，打下去连个真正的爆炸都没有。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，这枚金贵的针数导弹最后只砸中了白采尔科维的一处供水设施，几千万美元去炸个水管，的确挺丢人的。不过俄罗斯这次空袭还是挺鸡贼的，实弹里面混了一大堆诱饵无人机，专门用来消耗乌克兰的防空导弹，不同速度、不同高度的目标混在一起，乌军防空部队一整晚都在高强度拦截，最终硬是压制了604个空中目标，包括55枚导弹和549架无人机。虽然还是有16枚导弹和51架无人机漏网，波及了54处设施，但这拦截率已经相当可观了。相比之下，乌军的攻势就相当亮眼了，不仅频繁袭击克里米亚，还炸了不少俄罗斯炼油厂。俄罗斯黑海舰队跑路后，乌军并没有放过他，而是瞄准了新罗西斯克港口，展开了频繁的袭击。根据开源情报的消息，黑海舰队的一艘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又被击中了，跟他一起倒霉的还有一艘1239型导弹气垫船。乌军这次用的武器依然是老朋友 FP 系列的导弹无人机。乌军总参谋部很快也证实了这次行动，顺手还承认他们也空袭了新罗西斯克的格鲁绍瓦亚石油码头，那是俄罗斯在黑海沿岸最重要的能源枢纽之一。主打一个军舰和油库，我全都要。虽然现在2艘军舰的具体战损报告还没出来，但这已经是埃森海军上将号第3次挨揍了。乌克兰这是逮着一只羊往死里薅，之前的攻击也都没白打。3月2日那次据说直接损坏了军舰的上层建筑和雷达，4月6日的攻击更是直接命中了船头部分，把锚控室和辅助舱室都给炸了，甚至有人担心水线下的声呐都受到了损伤。有公开分析人士评估，4月份那次打击之后，这艘护卫舰可能已经失去了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独立离港的能力。这个问题就大了，因为俄罗斯军舰通常要先开出港口才能发射巡航导弹，现在它出都出不去，基本就成了一个浮在水面上的铁棺材。看来俄罗斯把舰队从克里米亚搬家到本土的新罗西斯克根本没啥用，该挨的打一顿也没少。事实上，黑海舰队基本已经失去了对黑海的控制权。这边话音刚落，那边又传来消息，俄罗斯影子舰队的一艘油轮也被击中了，大火直接把船上的能源烧了个精光。这种事儿现在几乎天天都在上演。火力军估计乌克兰对黑海的攻势只会越来越猛，俄罗斯的补给大本营克里米亚现在隔3差5就要被无人机光顾，克里米亚大桥也经常被迫关闭，俄罗斯的补给线已经成了乌克兰的重点打击目标。至于黑海舰队，躲哪儿都被打，现在只能是挨一天是一天。至于俄罗斯炼油厂，挨的打更狠。根据俄媒的最新统计，自从2022年开打以来，乌克兰对着俄罗斯的炼油厂至少发起了158次空袭。俄罗斯全国33座处理量超100万吨的骨干炼油厂被乌克兰硬生生炸了24座，主打一个雨露均沾。放眼整个俄罗斯，除了躲在乌拉尔山脉以东的鄂木斯克和安加尔斯克炼油厂，因为实在太远够不着，
其他的基本都在乌克兰的打击射程内，特别是梁赞和萨拉托夫炼油厂，简直成了乌军的常驻打卡地。这俩倒霉蛋已经被炸了整整15次，估计厂长天天都在做噩梦。因为天天挨炸，不少俄罗斯炼油厂只能被迫减产甚至停工，直接导致俄罗斯的整体炼油量跌到了2009年以来的最低谷。从数据上看，2025年绝对是俄罗斯能源基建的灾难年，光是前几个月的袭击量就几乎追平了2024年全年的总和。根据彭博社的统计，乌克兰在2025年发动了约120次能源空袭，其中81次砸向了炼油厂，剩下的也没闲着。海上油气平台挨了27次，管道被炸了8次，连运油的油轮都没放过，被击中了4次。这笔账算下来有点大，俄罗斯保险公司的高管都在疯狂诉苦，说无人机造成的直接设施损坏就超过了11亿美元。要是把停工、减产这些间接影响全算上，总损失直接飙升到了130亿美元以上，差不多1万亿卢布，就这么灰飞烟灭了。俄罗斯打仗全指望卖能源回血，现在炼油厂天天冒黑烟，这损失可比前线被炸毁几辆坦克肉痛多了。俄罗斯越打越弱，乌克兰却是越打越强。没办法，盟友实在是太给力了，900亿欧元的贷款要翻倍。5月22日，北约会议刚结束，德国外长瓦德波尔就放了个大招，表示盟国正琢磨着把给乌克兰的900亿欧元贷款直接翻个倍，飙升到1800亿欧元。很多国家已经点头答应了。这法案要是真的通过，基辅这波可以说是直接吃撑了。关于这1800亿欧元的援助，瓦德普尔很早之前就提过，只不过这一次提议得到了大家的广泛支持。虽然名义上这叫双边贷款，但欧盟早就说了，这钱等乌克兰拿到俄罗斯的战争赔款再还。翻译一下就是，这钱基本等于是白给，所谓的贷款只是走个程序掩人耳目。更何况欧洲手里还握着俄罗斯大把的冻结资产，从2024年开始，这些资产滚出来的利息就已经被拿去给乌克兰买武器了，用俄罗斯的钱买子弹去打俄军。随着仗越打越狠，未来欧洲要是直接把本金拿去援乌，火力军觉得也不是不可能。虽然这1800亿现在还只是个提议草案，欧盟内部肯定还要拉扯一番，但这话由援助大户德国主动放出来，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，标志着欧洲打算死磕到底。特别是在没了头号亲俄派欧尔班的搅局之后，欧盟现在的办事效率那叫一个顺。俄罗斯的窘境现在的情况很明显了，美国那边的军援正在缺位，但欧洲硬生生把这个坑给填上了，成了基辅最大的靠山。欧洲很明白，他们的安全跟乌克兰早就绑在了一起。在德国人眼里，现在给乌克兰砸钱买的是未来几十年的太平，这笔账怎么算都划算。欧洲集体加码意味着俄罗斯的麻烦真要来了。就在同一天，俄罗斯因为被乌克兰无人机炸得受不了，居然跑去联合国告状，试图拿国际法来道德绑架乌克兰。火力军看到这儿都笑了。当一向喜欢用大炮说话的俄罗斯不秀肌肉，开始跟你讲起法律的时候，本身就说明问题了。当然了，俄罗斯也没闲着，最近有一份内部绝密文件被曝光了，俄罗斯正躲在家里疯狂刨冰，准确的说是疯狂生产导弹和火炮的燃料。为了这场仗，俄罗斯不仅满世界买化工原料，产量更是翻着倍的往上飙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根据乌克兰媒体曝光的内部计划，俄罗斯现在的固体火箭燃料产量一直往上涨。2023年的时候，双击推进剂和复合固体火箭燃料产量加起来也就3000吨出头，结果到了2025年，这两项数据直接飙升到了8500吨和5640吨。这还没完，按照他们的计划表，2026年还要再冲一把，氮柱石固体燃料预计要突破1万吨，复合燃料也要达到7450吨。这意味着部分生产线在短短几年内直接翻了5到8倍，这架势摆明了是要死磕到底。俄罗斯疯狂增产所需的战略原材料属于凑出来的万国牌。作为俄罗斯军工核心的比尔姆火药厂，其内部文件直接漏了底。文件里不仅记录了囤积数十上百吨的原料，还直接点名了一堆外国供应商，从乌兹别克斯坦到瑞士，再到日本的三菱化学，甚至德国的朗盛和巴斯夫都在给俄罗斯提供生产所需的化学原料。一边是欧洲天天喊着严厉制裁，一边是化工原料还在送进俄罗斯的火药厂，这制裁网漏风漏的也太离谱了。至于这个比尔姆火药厂，它是生产弹药和导弹推进剂的绝对主力，从炮弹到各种导弹都离不开它的燃料。文件显示，这家工厂现在直接转入了大规模的战士工业动员模式，以前好歹还生产点民用产品，2022年民用占比还有 13.8%， 到2024年计划直接砍到了 5.5%。 民用虽然不干了，但这丝毫没影响人家搞钱，财务指标简直起飞，工厂收入从76亿卢布暴涨到216亿卢布，员工人数也从3456人猛增到5835人。
22-23年军工产品的增长率更是接近200%，一切都在为国防订单让路。火力军认为，这份泄露的文件把俄罗斯的家底翻了个底朝天，他们把国家机器往战时模式里推，靠着到处淘来的化学原料疯狂生产火箭燃料，准备在前线继续狂轰滥炸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造得出这么多弹药和燃料是一回事，能不能保得住又是另一回事。就乌克兰现在那天天砸无人机的架势，这家比尔姆火药厂估计早就上了乌军的重点打击黑名单了。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大家觉得俄罗斯是会打到底，还是缩减战争目标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，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